坏啊！流萤知更鸟当被刀玩，2.1连杀金也已经求着要记了，而且知更鸟才是新主线的隐藏女主。投币10经验，转发5经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3年专注武教，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新帖最新讨剧。就下版本即将开启的2.1全新主线走向中，除了杀金尔山的重要筹码大概率会全部揭晓外，还埋藏了大量和黄泉真身有关的线索。我们甚至能从中推荐知更鸟死亡的真相和星期日代表的同邪家族的幕后阴谋。而这些伏笔，老美其实早在2.1版本之前就已经埋好，等待着我们按部就班的发掘。首先 2.1 版本最关键的主线无疑是杀金尔山的筹码。我们都知道新铁每个版本的主线塑造都会对单期 UP 角色有一定的侧重，这点从 2.0 黑天鹅花火的同行中就可见一斑。换句话说， 2.1 主线的刀装塑造必然会围绕黄泉和杀金这两位当期 UP 角色展开，但黄泉和杀金又是目前关联最少的两个角色，他们仅有的交集除了一开始的房间对之外，就是在 2.0 主线的结尾，杀金通过明火大东遗失和黄泉身份为假良的线索，向开拓者暗示出了黄泉问题很大，并引导我们联手对付黄泉。但在 1.6 前瞻里是明确表示了黄泉有收到多邀请函的，而且同样作为列车成员，也连小青龙换的房都要被前台百般刁难，甚至点了西天出言担保，如果黄泉真是杀人越货抢来的票，又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入住酒店呢？而且旧梦重温 PV 里，黑天鹅作为特端旁白，明确说过明火大东是被深海吞没的，而在 2.0 剧情中还指的是皮火汤里的梦境，比如萨姆要把姐儿送回现实时就说过我将点燃大海，而深海当然就是指深层梦境，所以明火大东遗失和黄泉身份为假良的线索应该为真，黄泉是令使这一猜测半真半假。但黄泉宰了大东，然后顶替出席，则大概率是他诱导我们推导出的错误信息。那么杀金为何会特意针对几乎素不相识的黄泉呢？要知道杀金的目的很简单，不择手段，帮东司重新赢得皮尔汤尼的统治权。而在和义户的对话中，杀金表明自己达成目的共需要3枚筹码，而这3枚筹码中，其中一个通过这段猜左右手的剧情，已经明确指的是太后者或者说列车团。杀金需要太后者这个身份特殊的星河金来帮助自己探索深层梦境这个异变空间，并找到钟表匠的遗产。虽然杀金自己可能对抢夺遗产这个行为并不感兴趣，但遗产这个皮尔汤尼的底层秘密一旦被揭开，家族在皮尔汤尼的统治登基就被彻底动摇，而胜利的天平就必然会倾向自己。可以说，他具有游戏诱骗太后者战队，这是杀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证据就是当我们拒绝杀金后，杀金会立刻出局，然后皮尔汤尼主线就会进入虚假的 HE 结局。所以杀金不惜泼黑水也要给黄泉发狼人牌的原因就找到了，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让我们怀疑黄泉，并特意与他保持距离，借机来逼迫我们进一步站队，同时也方便向我们展示他的第2枚筹码。知更鸟之死作为 2.0 的最后高潮，知更鸟之死不仅动摇了学业大典这家族方的重要计划，还彻底粉碎了家族所谓梦境绝对安全的谎言。除了能进一步让我们意识到家族有问题，被迫和东司联手，也一定程度上让杀金能借题发挥，拿练星期日，以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理由，回收自己被家族夺走的杀金石，为后续变身为 OP 里的统缺形态埋下伏笔。此外，种种线索都指向杀金参与了知更鸟之死的策划和导演，而这段 2.0 的高潮部分还藏有很多关键的细节和线索，我们放到后续再讲。而最后1枚则大概率是杀金自己，就像他在那张4星端尊里做的那样，真正的赌徒毫无疑问会在关键时刻将自己给押上赌桌。要知道，目前杀金的计划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包括星期日在内的家族方全程都在隔岸观火。但 2.0 结局后的彩蛋部分，星期日已经宣称要亲自下场，担行西佩的神罚。而一旦星期日这的家族代表主动入局，杀金计划受阻，杀金或许就会像德比的海德那样，通过主动自爆卖血，开启魔王武装，来给太后者一行发好人牌，让我们避他与家族的正面交锋，离真相更进一步。就像钟表小子3人组代表着堕去的列车团，反派石头先生代表堕去的实心食人，使得树的琥珀记美梦小镇的杜氏又将在皮尔汤尼再度上演新的篇章，但这一次没有压迫和反抗，没有正义和邪恶，新的列车团和实心食人同样都是在为真相而战。这也正如 OP 太阳中太后者和杀金那样，两者并非死斗，而是携手动武。讲完杀金，我们再说下 2.1 版本的另一位刀装主角黄泉。和杀金这个说话半真半假，但逻辑却有迹可循的赌徒不同，黄泉完全就是个终极谜语人。我们对他的全部了解，基本都源于黑天鹅杀金给出的线索，而黑天鹅除了认定黄泉不可轻易接近外，并没有给出太多有用的信息，所以他的身
身份主要还是出自沙金那些真假参半推测，其中关于黄泉杀人越货的部分，我们根据前面的推理基本可以否定了。这一点在《霍尔同行》中也有非常明显的暗示，在《霍尔同行》的第一的锤杀案件里都有3位嫌疑人，分别是不明身份之人、力量缺失之人和行动受阻之人。而我们完成这同行后，最终的答案指向了行动受阻之人，是他扮演成了人刀马大、穿袍大袖的壮汉，用近似于化为衣服的锤子偷袭了死者，最后为了私吞宝藏被踢出局。大家不妨细品一下这段花火的暗示，人刀马大的壮汉像不像在说某个机甲？而近似于化为衣服风德的锤子，像不像某机甲的大招？最后凶手私吞宝藏，失去行动能力被踢出局，像不像流萤寻找遗产却被墓碑断刀死的场景？所以明火大东死亡的真相，很有可能是黄泉替萨姆背了黑锅，而沙金对黄泉的另一个情报，则是说他施的能带来死亡和终局的令使，也就是某位能锻炼死亡之力的星神令使。不过，虽然沙金怀疑黄泉命途里的死亡气息出自寻猎、毁灭或者终末，但以黄泉目前的表现来看，答案却更侧重于虚无。不仅皮尤泰利开场就对太后者接连提出了3的虚无主义问题，而且石尾套的文本里，无名特弗里巴斯在探索虚无星神既有的领域时，也在无尽虚无中见到了黄泉标志性的长刀和红色光影，并且老米其实2年前就已经向我们明示过雷电女士在崩田里会是虚无命途了。人之在世，却如白露与泡影，虚无。你看银宝这消极哲学，还有在梦想一心里摆烂打坐人设，他的同位体得到虚无命途应该不过分吧？总之，如果黄泉确实是虚无命途的令使，那他不用拔刀就能硬当萨姆的能力，以及总会莫名失忆，需要不断通过提问来维持自身存在的特殊设定，也就能解释得通了。此外，黄泉在流萤被刀时，他的这段道歉也非常有意思。对不起，我别无选择。结合此前黄泉在初遇我们时所说的言论，方才那一瞬间，仿佛有千百万个相似而不相同的你，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我们不妨猜测，黄泉令使级的能力可以让他不停在皮尤汤里的梦境中轮回。而在上一次的轮回中，黄泉在这里拔刀后，虽然救出了流萤，但也同时触发了 BE 结局。就像他在后面劝导太后者所说的那样，他清楚可恶朝向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敌人。于是在这次轮回中，他选择了不拔刀，虽然导致了流萤当场被刀，但杜氏的走向也确实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所以面对爷的质问，他才说自己别无选择。而且最后黄泉还独自给流萤念了一句悼词：愿死亡结束你漫长的梦，引领你归还清醒的世界。要知道，皮尤汤尼剧情最开始，黄泉和主角见面时最后一句也是回到清醒的世界去。所以在他看来，流萤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脱离了这次轮回，回到了所谓的现实。他就像个反复熬浴血无伤的赌灰玩家，就算没打完一把，就快忘了上把是怎么打的，也满脑子都想着带萌新打出完美通关。他真的我图死，想在2.1把黄泉老婆抱回家的小伙伴，请在弹幕里投波1吧。最后是第3的主线，知登了之死的真相。前面也说了，知登了之死是沙金参与，并特意针对家族乃至星期日所布置的一场精妙演出。但既然是演出，主演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作为都市主角的知登了，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首先，这里的知登了必然不是真死，要知道同样是墓碑段的梦死，流萤在被刀后，甚至没来得及触碰太后者的身体，就直接碎了一地。反观知登了这边，不仅沙金有时间陪爷一番场边大乱后，才不紧不慢的带到知登了面前，而且刚好咱见证完就直接裂成了气泡。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此外，不知大家还记得这段花火让沙金找哑巴当朋友的剧情吗？而皮尤汤尼唯一称得上是哑巴的人，就是嗓子出现问题的知登了。所以这里其实就是在暗示沙金去找知登了合作。而结果我们也知道了，沙金与知登了成功导演了一出好戏，从而引出了是谁杀死了知登了的剧情高潮。但为什么知登了作为星期日的妹妹，家族的重要成员会协助沙金这个家族的敌人来导演这场戏呢？而他假死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其实老米早就把真相借助3月7枝头告诉了我们。根据我们的大预言家3月7的预言，在皮尤汤尼会出现亲人反目、血流成河、阴阳两德和家破人亡等多的经典戏码。而目前血流成河、阴阳两德和家破人亡都已发生，唯独亲人反目还没有明确的线索。不过目前皮尤汤尼这些角色中，唯一和亲人站上边的就是知登了和星期日这对兄妹。而这对兄妹刚好有一个极为有意思的特殊设定，即知登了其实是在皮尤汤尼外面生活的本地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皮尤汤尼，并一直在流行乐之星艾普瑟隆生活，并学习登唱。这个设定可以说是一语双关了。我就觉得这里很有可能致敬了皮尤汤尼的杜氏原型，
在官方发布的第4期新年研习会走进梦境的开场白里，曾提到了一位美国科幻作家厄修拉·勒杜恩，而皮诺汤尼背后的故事很可能参考他的短篇小说《那些离开奥美拉城的人》。这篇故事简单来说，就在欢乐之城奥美拉中，所有人都感觉不到烦恼，他们的生活里充斥着无尽的快乐，但这些快乐都是通过牺牲一个孩子的自由而换来的。虽然这个孩子被迫端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这里大门紧闭，腐臭难忍，除了水桶和拖把外没有任何东西，而男孩甚至感知不到时间的流逝，但只用他一人的牺牲，就能给所有人带来永恒快乐。这成本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太划算了，但奥美拉城里也有一部分清醒的人难以忍受这种反人类的行径，他们选择集体出走，遁入黑暗，不再回头。这段故事让我想到了谁呢？没错，正是米莎。如果皮诺汤尼象征着欢乐之城，那米莎则无疑就是那个奥美拉城的孩子。他被端在阴暗的回廊里，作为养料维持着皮诺汤尼虚假的美梦。而米哈游甚至还把拖把这刀子元素也放进了米拉的角色设计里面。不得不说，老米不愧是你。而知人俩出走这个设定，不仅将他这个体从家族的阴谋中独立了出来，呼应了离他奥美拉城这一伏笔，而且艾普斯人还恰好就是无数假面愚者的乐子圣地。换句话说，知人俩从一开始就有很大概率与霍尔相识了。再联系到霍尔将沙金提示和知人俩合作，那么是否有一种可能，雇佣花火的人就是知人鸟自己？另外，在知人鸟的主题曲《史伊特星免于哀伤》里，我们也能通过独吞笼中、冲破制毒等歌词判断出他跟家族很有可能有极大的矛盾。他很可能是因为知道皮诺汤尼以及米莎的真相，才选择出走外乡。而这首歌不仅唱的是自己，也同样唱出了米莎的现状。而在最初挑者拒绝沙金所进入的决绝里，家族也通过邪恶大典让皮诺汤尼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永恒的虚幻梦境之中。所以知人鸟的目的大概率是想试图破坏邪恶大典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包括前期他嗓子出了问题，也是用来延缓家族阴谋的挣扎。但我们都知道，想要阻止反派的计划肯定没这么简单。即使知人俩嗓音受损，星期日也没有在邪恶大典的人选上有任何动摇。而且无论是星期日面对妹妹死讯云淡风轻的态度，还有即将亲自下场惩戒凶手的宣告，都说明了迄今为止钟表匠和沙金的手段都没有超出家族的统治范围。对星期日而言，主不在乎，所以 2.1 版本势必会按照沙金和知人鸟最坏的打算来进行展开，甚至于知人鸟之死的谎言会被家族直接拆穿。而知人鸟这的暗线女主也必然会在后续版本像弗伊娜那样，作为皮诺汤尼阴谋而冲突的核心，被迫卷入邪恶大典的漩涡之中。大家觉得呢？